最佳体重值出炉，60岁后把体重控制在这个范围内，长寿有望。王阿姨加入养生大队之后，她发现网络当中对同一件事会有许多不同的观点，有些观点甚至是完全相反的。比如对于老年人体重的看法上，有帖子认为老年人不应该太胖，因为体重过胖就可能有三高的问题。王阿姨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。然而下一条帖子就是认为老年人不应该太瘦，因为老年人太瘦会容易没有抵抗力，且也会出现心血管疾病。王阿姨思考了一下，认为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。可是这两种说法就是天差地别，这让王阿姨不知道该吃还是不该吃。于是她找到了自己已经退休的专业医生朋友，朋友告诉她，太瘦太胖都不对，应该保持在最佳体重值内。如果60岁后把体重控制在这个范围内，就可能长寿。最佳体重值是多少呢？一、体重轻重的影响。有人觉得体重的高低只关乎自身看起来是否美观，只要自己不在意外表，就可以忽视对体重的控制。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很错误，因为体重还关乎着身体健康。体重过重或是过轻都会让身体不健康。体重过重的不健康很明显，由于身体肥胖，身体内部可能会呈现内分泌失调的状态。内分泌失调带来的影响就是不容忽视的。内分泌失调会导致皮肤变差，会导致情绪波动很大。对于女性来说，内分泌失调还会导致经期不稳、不孕不育，而男性也会因为肥胖而让精子存活率下降，造成不易怀孕的情况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是否能够受孕并不是太大的影响，可是体重过重还会侵袭身体的其他内部构造。要知道，体重过重就会导致代谢压力大，最终无法受到代谢的物质会转化为脂肪，因此体重过重容易造成高血脂。除此之外，过胖的体重让血液中的胆固醇增加，堆积的脂肪还会影响血管大小，让血压升高。当体重过重时，胰岛素分泌也会受到影响，高血糖就会随之而来。在老年阶段，由于血管老化，老年人最容易得的慢性疾病就是心血管疾病。如果体重过重，会大大增加患病几率。由于关节也在退化，老年人还容易受到骨骼类疾病的侵袭。肥胖会让关节负担过重，导致关节受损，让老年人远离健康。所以说，体重过重会诱发很多慢性疾病。如果能把体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，就可以获得更长的寿命和更健康的生活。为此，很多肥胖人士为了自身的健康去减肥，但很少有人会注意，其实体重过轻对身体也是有害的。人们普遍认为身材苗条看起来很美观，身体也身轻如燕，感觉十分轻松。其实当体重过轻时，就容易因营养不良导致免疫力低下，任何疾病都可能侵袭身体健康。这点很好理解，比如我们提到弱不禁风这个词，就很容易联想到一些身材纤细的人。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，因为老人身体营养流失的快，他们更需要对营养进行补充。如果体重过轻，就会导致老人体内没有营养支持，也没有可以正常生活的能量储备，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，体内钙质流失会增快，人们会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。再加上老年人因为身体衰老的影响，骨质疏松对他们本就十分常见，体重过轻只是加速了这一现象，而骨质疏松带来的影响则更多，其中包括骨折、身材走样等等。营养不良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，身体如果缺少蛋白质，可能会脱发；如果缺少维生素，可能会有贫血、内分泌失调等很多问题发生。所以说，体重过轻或者过重都不利于健康。只有维持在科学的体重中，才能远离许多疾病。那么什么是科学的体重呢？二、最佳体重值。很多人对科学的体重有误区，认为最健康的体重应该是某一数值。可是每个人的高矮胖瘦不同，如果把标准固定在某一数值，实际并不公平。就像很多人认为健康的女性身材应该体重不过100，可是一部分身高较高的女性不过100的体重属于过轻，从肉眼来看也过于苗条。所以说，最佳体重值一定不是某一数字，而是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推算的。这种推算方式是用自己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米，得出的结果就是体重指数 BMI， 通过这一指数对照相应的指标范围，
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体重是否健康合理。美国相关杂志公布了专家们对于科学体重值的相关研究成果。专家们发现，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体重减轻比增重的危害更大。也就是老年人如果胖一些会更加长寿。正常情况下 ，BMI 值算出来的结果在18到24之间，就是比较健康的不胖也不瘦的范围。因为老人需要大量的能量消耗，所以老人的 BMI 值保持在24到31.9之间，才是健康的范畴，也就容易获得更长的寿命。根据大量取样研究发现，事实的确如此，保持在这个数值的老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较低，也更长寿。如果数值保持在和年轻人一样的情况，在老年人当中属于较轻体重，这类老人更容易丧失自理生活能力，因为他们可能在经受基础病的侵扰，或是直接因为体重过轻导致肌少症。不过 BMI 指数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，由于个人体质不同，人体各个器官的年龄不同，再加上 BMI 数值并不能观察人体身材是否匀称。如果某个人大多数脂肪都堆积在腰部，有可能也有一些健康隐患，而不同人的骨骼年龄、肌肉年龄存在偏差，因此 BMI 的结果也不一定准确。想要知道自己身体是否健康，自己的身材体重是否科学，可以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测，医生会结合体脂率、腰围、体重等多个方面进行判断。每个人的实际情况相比于相对数值来说会有所波动。那么如果老年人想要控制自己的体重在健康长寿的范围内，他们该如何去做呢？3. 控制体重的方法。人体之所以能够维持健康，主要是因为人体内部在进行着大量的平衡调节。由于老年人身体走向衰老，这些内部调节就容易失衡，所以老年人应该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并在生活中注意给予身体内部一些正向的调节外力，让内部调节重新恢复平衡。其中控制自己的体重就是正向的外力调节。想知道如何在生活中控制体重，就应该知道体重的变化与哪些因素有关。众所周知，想要减肥就应该管住嘴，迈开腿，所以说活动量是影响体重的关键因素之一。老年人想要自己的体重达标，就应该适度进行运动。对于老人来说，应该以舒适轻缓的运动为主，因为老人骨骼变硬，体能变低，大幅度的运动会给老人身体增加负担，所以可以选择散步、太极之类轻柔运动。所谓管住嘴，则说明饮食习惯也是影响体重的原因之一。老人因为生活节奏放缓，大多都能保证1日3餐规律进食，不暴饮暴食是稳定体重的一项途径。除此之外，饮食摄入的不同也会影响体重。对于老人来说，搭配很重要，搭配要重视食材营养搭配，烹饪方式搭配，而不是一味的偏重某一点。比如有些老人为了健康只吃粗粮或是蔬菜，在烹饪方式只选择清淡水煮，这其实不利于老人健康。老人应该注意营养均衡，蔬菜水果虽然必不可少，可是肉类蛋白质的补充也很必要。现在老年人应该少吃油炸、辛辣、高盐、高糖的食物，因为这些食物会加重代谢负担，让身体运转减缓。由于胃和很多器官都是情绪器官，当情绪不高涨的时候，人们就可能出现厌食、吃不下饭等情况，所以说情绪也是影响体重的一种原因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当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思考很多，瘦的会很快。老年人大部分情绪来源于孤独感，因为子女成家立业，自己又和社会脱节，生活节奏变慢，导致24小时好像变得很长。老年人长期处于这样的孤独感中，自然很容易因为情绪影响体重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，尽量减少对子女的担忧，而是更多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。老年人要学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学会主动和志同道合的人社交，学会享受生活，高质量的度过每一天。老年人要懂得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遇事不往心里搁。拥有乐观的情绪状态，不仅能吃好喝好，还能睡个好觉。不同的睡眠质量也会影响体重，想让自己能够睡个好觉，应该尽可能创造更为舒适的睡眠环境。平日里可以用按摩仪器舒缓自己的肌肉和经络，睡前可以喝一杯牛奶助眠解语。
综上所述，老年人在生活中需要关注自己的体重，这样可以敏锐地发现一些信号，也能在维稳体重的过程中远离一些疾病。想要更好地监测自己的体重是否合格，老年人应该经常关注 BMI 值和其变化，同时还可以定期进行体检。常规体检中会有体重检测这一项，系统的体检可以帮助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。你的体重达到最佳体重值的范围了吗？